每当美国经济濒临衰退，美联储就会打开印钞机。过去15年，这几乎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惯性操作。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在2026年重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，也就是 QE6，规模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。很多人会问了，房价会不会再创新高？通胀会不会卷土重来？甚至有人担心，这会不会让2008年、2020年的泡沫再来一次？但是我想问的却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：这场印钞洪水会怎样重塑我们的世界？它对中国的房价、对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一期呢，让我们从3条主线讲透美联储的印钞逻辑、房价的货币幻觉，以及中国投资者真正该做的选择。咱们先弄清楚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 QE？QE 全称 Quantitative Easing， 量化宽松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美联储印钱买债。当美国财政部发债，市场吸收不了的时候，美联储就会出手，用凭空造出来的美元买走这些国债 MBS， 就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。看上去呢是一种货币政策，但实际上是用印钞代替财政兜底，这就是债务货币化。2008年的 QE1 为了救银行，2011年的 QE2 为了救主权债，2020年 QE3到5为了救疫情冲击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危机前不到1万亿美元，在2022年 QE 高峰的时候一度膨胀到接近9万亿美元。即使经历了缩表，它的规模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。每一次的危机可以说美联储都靠印钞来续命，但是代价是美元的信用越来越薄，资产泡沫越来越厚。从短期来看 ，QE 确实能够稳定市场、救流动性，但是从长期看呢，它则更像是一场续命的泡沫。而持续的通胀压力也让人看到现行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。货币泡沫化最直接的影响是房价。很多人误解房价，认为它取决于供需关系。其实，在美元的这个体系下，房价更多的反映的是货币的溢出。你看，从2008年到2025年，美国货币供给 M2 暴涨了接近2倍，而房价指数几乎也是同步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当货币过剩，利率下降，资金总会去寻找可以储存价值的容器。房地产、股市、黄金，甚至比特币都成了通胀的载体。所以我们看到2023年到2025年，即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，房价仍然在上涨。不是美国经济在繁荣，而是他们的货币在逃亡。如果美联储要印几万亿美元，那房价怎么可能崩呢？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揭穿了一个真相，在货币失衡的世界当中，房价不再是经济的温度计，而是货币的蓄水池。每一次的印钞都会让资产更贵，让老百姓的生活更难。QE 创造的是财富幻觉，也制造了新的阶层分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更核心的问题，美联储印钞是如何一步步推高房价、制造通胀，并且最终传导到中国的，以及中国的房子还能不能涨了？现在该买该卖还是该等？过去的12个月呀，美国300个主要城市当中，房价上涨的有195个，下跌的有105个。平均来看呢，美国全国房价上涨了 1.7%。乍看之下这个比例不大，但是要知道在利率高企、经济放缓的背景之下，这已经不是韧性，而是货币的惯性了。我们再仔细看分布，跌得最猛的是美国南部和西海岸，像佛罗里达呀、加州呀这些地方过去3年房价涨幅最大，如今呢泡沫先泄。而涨得最多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。这些区域呢有制造业回流，就业也稳定，人口有净流入，资金从高估值的区域撤出，流向了低估值的区域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儿，房地产泡沫不会破，它只会迁移；资金不灭，它只是换了方向。美联储降息 ，QE 的预期升温，让大量资本呢重新压住资产价格重估，而房地产依旧是最直接的承接者。结论很清楚了，美国房地产没有崩盘，而是进入了结构性的通胀。过去15年，美联储的货币操作几乎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剧本，先是降息，然后停表，再 QE。如今这个剧本正在重新上演。
北京时间10月30号的凌晨，美联储在最新一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，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 3.75% 到 4% 之间。这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5次降息，也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从抗通胀转向了稳增长。会议声明当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号，就是委员会决定将在2025年12月1号结束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。这句话标志着3年多的美国紧缩周期即将画上句号，他们将要从收水到停水，下一步就只剩放水了。在记者招待会上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问鲍威尔，市场几乎把12月再次降息当作了板上钉钉，您认同吗？鲍威尔回答说，这并非板上钉钉，我们内部存在不同意见，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支持。当前的经济形势就像在雾中驾驶，当你看不清前方时，你会选择减速。这段话很耐人寻味啊。由于美国政府的部分停摆，劳工部和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一度中断，美联储只能依靠私人部门的数据、地区报告和内部模型来决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正在雾中凭着感觉印钞。这既是对政策风险的审慎表达，也是对市场的温柔暗示，宽松将继续，只是节奏会放缓罢了。有人问，美联储印钱那是美国的事儿，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关系非常大，因为这场印钞呢，不只是美国的救市，而是全球资产的再定价。这第一条通道啊，就是汇率效应。美联储印钞等于美元贬值，那资本呢会寻找更高收益的地方，部分热钱会短期流入亚洲市场、债券市场、黄金市场，人民币因此面临升值的压力。但是中国的央行会通过逆周期调节稳汇率、稳出口。所谓的逆周期调节，就是央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补油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呢会降温。那在美联储印钞美元走弱的时候，中国央行往往会通过逆周期的操作，比如说调节外汇占款啦、公开市场操作啦、降准或者稳汇率，来对冲外部的冲击，保持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。那这会带来什么呢？就是外资可能短期回流中国的债市和股市，但是不会流进房地产。第二条通道呢，就是商品通胀。美元贬值啊，会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，比如说铜、原油、黄金会同步走强。对中国而言，这就意味着输入型通胀，那建材呀、能源呀、运输成本会全面上升，房企拿地、施工融资成本会被被动抬高，美国印钞，中国买单。第三条通道呢，就是资产定价锚。美联储压低长期利率，全球无风险利率就下行，意味着所有资产的估值锚都在上升，股票、债券、黄金会被动的重估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分歧，在美国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，在中国呢，更多的会流向国债、黄金和 ETF。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放水，全球都在涨价，但是中国的通胀不在房子里面，而在资产结构里。所以美联储的 QE 让全球流动性泛滥，资金呢会绕过边境寻找避风港，房地产泡沫从美国迁移成全球性资产再通胀。我们再回到中国，当美国用印钞推高资产，中国在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儿，稳。政策层面已经非常清晰了，房住不炒是主旋律，去库存防风险是主任务。过去的2年呀，中央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救市型的政策，限购放松，房贷利率下降，公积金松绑，甚至托底开发商的债务。但是核心目标呢，不是让房价暴涨，而是防止系统性的风险。居民杠杆率已经连续2年下降了，银行的信贷收紧，购房的意愿偏弱，市场的情绪呢，也从怕买不到房子变成了怕卖不掉房子。不过呢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楼市没有机会，只不过机会的逻辑变了，从普涨变成了分化，从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博弈。中国楼市的底不在房价，而在于政策。中美两国的货币周期现在是错位的，美国在放水，中国在控水，这就意味着一个罕见的机会窗口期，外部流动性宽松，内部资金稳健。换句话说，全球资金都在找出口，而中国的资产正在被重新估值。中美的周期不同步，但是资本的逻辑是相通的，流动性总会找到容器，只不过这个容器在变。美国现在的政策方向呢 ，QE 宽松救美元资产，房价的走向呢是通胀在推升，创了新高，资金的流向是房地产、REITs
和黄金。它的风险点就是通胀再起以及财政赤字。中国现在的政策方向呢是稳地产、防风险，房价结构分化在修复当中，资金的流向呢是房产、ETF、国债、黄金。风险点是中国的人口下降、信贷疲软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回答更关键的问题：当美国靠印钞续命，中国靠调控稳盘，那中国的房子还能不能涨了？现在大家应该是买房、卖房还是观望呢？这一个部分啊最关键。我觉得得分3类人来讲，因为大家有3种选择。第一类呢就是刚需的人群，你们可以入手，但是要挑1、2线的核心的区域，交通枢纽、教育、医疗资源充足的地段，仍然具备抗通胀的能力。不要追高，不要幻想房子会暴涨，重点是自用价值加长期居住的成本控制。买房不再为了升值了，而是为了对冲通胀。你不买房，你也得住在别人的资产里面。第2类呢是投资型的人群，大家要谨慎甚至观望了。3、4线城市的库存周期过长，流动性很差，政策不会让投机炒房获得暴利了。如果要参与呢，你可以考虑房地产的 REITs 或者是房地产的 ETF， 用金融产品替代实物房产，流动性更高，税负更轻。房地产现在已经从资产变成负债的过程了，就是咱们的时代在转弯。第3类高净值资产配置型人群，这是财富重构的最佳时机了。你们要减少房地产的占比，尤其是非核心地段，要增加流动性的资产，比如说黄金啊、国债啊、ETF 啊、跨境 REITs 啊。目的呢，就是把你的资产固化，转向收益流动化。未来的财富啊，不在房子当中，而在流动性里。美联储的每一次印钞都是在用未来的信用换今天的繁荣。中国的每一次调控呢，都是在用现实的压力消化过去的泡沫。这就是全球重新定价的真相。美元在贬值，资产在通胀，而普通人的财富呢，正在被悄悄重写。未来几年呀，房价未必会暴涨了，但是资产的泡沫不会消失，因为只要债务还在增长，货币就不可能被收回。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房价涨不涨，而是你的资产是否在泡沫的对面。逃离泡沫的唯一方式，不是预测房子什么时候会崩盘，而是要看懂泡沫生成的逻辑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